我给大伙说说这部电影我认为的瑕疵。我不是否定南京照相馆，我只是要用严苛的标准来要求这种题材。说什么地方它和史实不太吻合呢？刚才我说的这个在南京华东照相馆的小学徒阿昌，他在给这个日本那个军官伊藤洗照片的时候，发现这些照片是残害中国人的还惨不忍睹的画面。他当时就冒着天大的风险，把底片和这个照片弄出来，想法运到外头，让全世界都知道声讨日本法西斯的罪行，是这么个情节。要说这个事儿有没有呢？在历史上发生过，但是呢，南京照相馆这电影里边呢，把后边一些史实给做了很大的改动。我们看到南京照相馆里反映的，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把这相声运出来，让大家都知道这个事儿是虚构的，不对。也就是说，这个事儿并不是中国人干的，谁干的呢？全世界范围38年就知道日本侵略者犯下滔天罪行，美国人干。所以它真实的历史状况是什么呢？就在37年南京大屠杀过程当中，美国圣公会在南京有个传教士叫约翰马吉，这个人同时呢也是南京红十字会的主席，也就是我们说平常那种积德行善的慈悲人士。他当时手里头还有器材，有一个16毫米的摄像机，在当时是绝对的稀罕物，因为中国普通老百姓手里几乎不可能有这东西。他当时拿这个就冒着生命危险，那可真是冒死，等于是偷拍了日本侵略者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包括捅一个中国女人37刀啊，现场比赛杀人呢，很残忍的画面他给拍下来了。他拍了4盘胶片，总共时长105分钟。他拍下来就有一个目的，日本人犯下这种滔天罪行必须让全世界声讨他。他作为一个坚定的宗教信仰者，可是他自己呢想把这东西送出去很难，他就找到了当时南京安全区委员会的总干事。注意啊，南京安全区是什么呢？是在南京打仗过程当中呢，有一些人道主义的国际人士组织的这么一个区域，在他们的生活办公区域搞安全区。其中的安全区主席是谁呢？大家很熟悉，就是那个德国商人西门子的拉贝。很多朋友对这段历史很熟悉，拉贝当时用这个安全区保护了25万中国人的生命。后来90年代拉贝日记公诸于世，当时拉贝是主席，这个国际安全区的这个安全委员会的总干事叫乔治佩奇，大家记住约翰马吉、乔治佩奇。这乔治佩奇当时他有特别的通行证，然后约翰马吉把这个105分钟的胶片交给他。他在1938年2月份的时候呢，跟日本的指挥官提出来说，我们呢得到上海采购一些药品。那个时候大家知道珍珠港事件没爆发，日美之间没有宣战，日本人呢一看你有这要求，用日本的军列把他送到上海买药。这时候乔治佩奇干了件什么事，把这胶片呢缝到自己随心穿的一个头毛大衣里头，缝在衣服角这儿，就给带到上海。带到上海，他马上找了一个英国的记者叫田伯列，这是他中文名字，说我给你这东西，你想法一定给我带到美国。然后当时这田伯列第一件事是拿着这胶片找到柯达公司，干嘛呢？直接在暗室里把它制成拷贝，然后把这拷贝运到美国。原来的胶片呢分成2份，一份是走这个外交邮袋，一份是走商船，分别送到了英国和美国。因为作为原始胶片必须作为重要证据永久保存。然后1个月之后，美国有本杂志叫《生活》杂志，把从胶片上扒下来的照片就发在杂志上，一下子引起全世界的轰动。这还了得吗？你打仗你这么残忍。然后这个时候很多人就开始关注这件事，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舆论浪潮。但是日本军国主义不承认，是造假。可是接下来随着这105分钟的，这等于是一个小的纪录片呢，在全世界一播放，全世界范围之内都声讨，包括德国。你看德国、日本那时候是同盟。我告诉大家，拉贝日记的主人拉贝本身他就是纳粹党人，可是他从人道主义角度也看不下这些，后来才有了拉贝日记，全面的反映了当时南京大屠杀的一个过程。所以这时候全世界范围开始声讨日本军国主义。那么这时候日本肯定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所以从这个事儿你就能看出来，1938年3月份全世界公布，38年3月份以后，日本又赤江而上，打下了中国几个很重要的城市，你包括后来有非常惨烈的武汉会战呢、长沙会战、衡阳会战等等等等。但是像南京这种屠城的现象就没有再发生，不是日本鬼子就心善，而是在这种巨大压力之下，他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所以你严格来说，是什么人把这个东西公诸于众，从而制止了更大范围的屠杀，制止了更多中国无辜百姓的牺牲呢？美国人，约翰马吉、乔治佩奇，而且是在美国率先公布的。那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说，南京照相馆里边对美国人，包括传教士和他们这些慈善人士只字不提，这个有没有问题呢？当然有问题了。我敢说他的编剧和导演不可能不知道约翰马吉、乔治佩奇这2个人，因为他们在做这个电影的时候一定是收集了大量的资料，经过摘选。那么这种摘选，有人觉得那他这不咱中国人高大上啊，没人。但你这种事儿他不成了帮亲不帮理了吗？这么重大的东西，
你说让一个学徒阿昌他们把这个胶片运出去，这是不是探天之功？这是不是移花接木？这是不是偷梁换柱？我觉得这里边他对历史史实不够尊重。我们不能搁一个虚构的东西来在线下增加我们民族自豪感，推动民族主义，这是肯定有问题的。就是他们在拍这部片子的时候就预想到了后面可能对他们所引发的批判。为什么？因为在中国大陆有这么一群人，这群人是标准的今日，或者说是精美。今天中国大陆的今日分为两种，一类是纯血今日，就是跟当年王光海一样，因为某些原因对日本这个国家本身有一种特殊的痴迷。另外一类是什么呢？叫爱屋及乌型的，就日本被视作为是向美国学习的一个样板。你不许骂美国，你也不许骂日本，你对日本不敬就是对美国不敬，有这么两批人。那批纯血今日呢，相对比较好对付，因为他们动不动就变得像王光海一样，那很好识别。那批精美型的今日比较麻烦，他们有一套游戏逻辑，他手上有两套这个尺度。当你这个片子是符合精美和今日要求的，他给你一套尺度。你不符合这个精美跟今日要求的，不好意思，他拿起一个显微镜，把你这部电影用专业的视角从头到尾挑剔一遍，找出其中任何一个不适合的地方，就给你进行上纲上线。所以你现在在中国大陆要拍出一部这样的照相馆，南京照相馆这样的片子，并且在市场上获得好评，你不仅要得到观众的这样一种认可，你还必须在专业性上无可挑剔，让那批潜藏在其中的带有精美和今日代言人性质的把关人拦不住你的剧。这就是现在的现实，这现实是历史形成的，这是美国过去20年、30年软实力去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种下的树，长出的果子，现在是他们在收获的时节。但是后面的种子没有了，因为美国那边出了个特朗普，整个这个事情呢是另外一回事，这叫天照应，这个事情就暂时到一个段落，进入到一个新阶段。那这些人也因为知道自己后继无人，所以他们现在特别狂，特别焦虑。对于南京照相馆的差评，80%-90%就来自于这样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当中是有某些就是说规范的。什么叫规范？比如说你讲抗日的东西可以，但是这个东西必须要凸显什么？第一，欧美的人性；第二，中国如果有人性，必须来自于欧美的启蒙没错。然后第三，整个的这个叙事架构必须完全符合今天欧美白左第一爱的那套动员和叙事框架，这样才是一部精致的好片，而且还会贴上一个标签，这样的片子有利于国际传播。这就是现实嘛。现实当中当然是有不如人意之处，教大家一个看这种片子和影评还有讨论言论的窍门。什么时候在南京照相馆这种片子的讨论当中，他跟你抽调具体的场景去讨论人性，这就是第一个征兆，他至少不是一个坚定的。然后什么时候他跟你讨论相对，开始讨论某种很奇怪的与具体的历史事实抽象出来的情绪，这就是第二个征兆。第三个征兆就是他不是把矛头非常明确的指向日本人，他迫不及待的在讲完一圈前导之后，立刻开始去讲所谓的仇恨情绪，讲人类。不好意思，就是第三个征兆。就但凡有这些东西的，你看到这类东西，说实话，你就把他这个东西自动屏蔽掉。为什么？因为你跟他的思辨都是浪费时间。